通过对波函数的介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今后我们就要用波函数来描述微观粒子、电子的运动规律。而波函数的本质是概率，那也就是说，我们将不再采用我们所熟悉的决定论的方式来描述粒子的运动了。我们不再说某一时刻这个粉笔头会出现在空间当中的某一个位置上，我们不再会有这个概念，而是相反，我们会说某一时刻这个电子在原子当中的某一个位置上出现的概率有多大这就是一种统计性的描述方式。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接受这种描述方式呢，我举一个例子做一个小的案例这是一个自由落体的运动一块石头从悬崖上掉落下来，悬崖的高度呢是 h我想用概率去描述这个石头的运动我们不强调这个石头的运动的轨道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在下落的每一个途经的地点找到这个石头的概率在解析这个问题以前有一些理论上的准备。首先呢，就是简化和假设。我们假设呢，空气阻力可以被忽略那所以这就是一个理想的自由落体问题。然后是坐标系，我们以那个悬崖作为坐标原点x 轴的指向向下。这个问题我不领着大家去逐步的推导我们一带而过的来讲那我们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给出在某一个位置或者说某一点 x 到 x 加 dx 上这块石头停留的时间这又是微积分的语言。某一点它所占据的是一个无穷小的空间 dx， 那么在这个 dx 这样一个无穷小的空间里停留的时间有多长呢？我们用德尔塔 t 来表示这个德尔塔 t 越长，就意味着在这一点，在 x 这一点发现石头的概率越大，对吧？德尔塔 t 越小，那么发现石头的概率越小，是这样一个思路。我们用这里面用 px 来表示在 x 这一点发现石头的概率，那么它应该等于什么呢？我这里修改一下，不是无穷小，是德尔塔 t 德尔塔 t 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停留时间，德尔塔 t 比上整个时间整个时间我们用大体来代表，用大体就是从悬崖顶上一直掉落到地面总的时间是大体。这个大体不是温度指的是时间。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德尔塔 t 小 t 和大 t 求出来，答案就知晓了概率的描述就完成了。第一步首先我们关心速度，这是高中我们就应该掌握的这个公式这里面的加速度呢是 g 9.8那么它乘以 t， 由于初始的速度是0所以说某一时刻这个石头的速度就等于
G 乘上 T，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当这个石头落到了 x 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它与时间 t 的关系那么这个公式大家也应该知道，这高中的公式对吧？经过时间 t x 等于1/2 gt 方石头落到了1/2 gt 方这一点那现在求如果这个 x 等于小 h 呢那么就意味着这个石头已经从悬崖顶上落到了地面，对吧？于是我们就能求出大体落地时间，对吧？大体等于 2h 比 g。好，这是大体我们知道了。那么德尔体我们还不知道，继续。我们呢将第一个速度的公式给它取平方方程左右两端都取平方，再与第二个公式xt 的这个公式相结合，将两者之中呢两个公式当中的 t 方给它消掉我们就可以得到呢速度和位置之间的函数关系x true， 当石头落到 x 这一点的时候，它的速度是这么大根号下 2gx， 这都是我们高中能学的知识那么有了经过 x 这一点的速度，我们就能知道经过这一点所需要用到的时间德尔塔 t， 对吧？德尔塔 t 就等于这一点有多大呢 ？dx 这么大，再比上这一点的速度 ux 将刚刚求得的这个 ux 带进来，得到的就是德尔塔 t。这样一来这个德尔塔 t 也有了，这个大 T 也有了，二者之比就是在某一点发现石头的概率用 px 来表示这个概率德尔塔 t 比上大 T， 就等于这样的一个结果dx 比上2倍的根号下 hx， 这个加速度会被消掉那么引入概率密度的概念就是漏这与波函数刚刚我们定义的那个物质波的波函数里面的概率密度的漏呢是一样的漏乘上 dx 代表的是在 x 这一点找到电子的找到这个石头的概率那么就用这个 px 除以 dx 就可以了那在 mathematical 当中呢，我可以将这个漏 x 的图片给它画出来这个轴横轴是 x 这一点就代表的是悬崖，这一点 h 这一点代表的是地面从左到右是以悬崖到地面那么这个石块呢是这样落下去，那发现或者在某一点找到石块的概率是这样变化的越来越小的，而且这种减小不是线性的减小，是非线性的减小那定性的分析实际上也可以得到这个结果一开始刚下落的时候石块的速度比较慢，所以说呢找到在某一点发现石头的概率就比较大，慢慢的它的速度呢是以线性的方式递增，但是它的概率呢是以非线性的形式递减这是一个定量关系。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们就熟悉了用概率去描述粒子的运动，不仅在量子力学当中可以这么做，在经典物理学当中其实也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